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人生好像被一堵看不见的墙给挡住了，生活里的磕绊，内心中的焦躁，修行中的迷障，这些不顺就像影子一样，甩都甩不掉，让人忍不住想追问，他们究竟是从何而来？其实不顺并非凭空出现，而是与我们自身的业力紧密相关。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，佛陀讲得更直接，业力甚大，能敌须弥，能生巨海，能障圣道。这句话就是告诉你，这个业力的影响大到什么程度？大到可以把须弥山挡住，比大海还要深。你哪怕有通天的本事，只要这个力挡在前面，你就是考不上功名，你就是赚不到钱，你就是得不到健康。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明明很努力，早上5点起床打拼，累得像头牛，结果呢，一场病，一个官司全没了。为什么？不是老天爷瞎了眼，是你身上的垃圾太多了，没有清掉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家里堆满了垃圾，臭气熏天，你是在客厅挂一幅名画管用，还是把垃圾清出去管用？肯定是清垃圾嘛，这叫消业。但是怎么清？很多人跟我说，尼师，我知道，我去庙里烧头香，我捐钱，我放生。哎呀，这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真正的高手，真正的古代高僧大德，他们早就发现了这天地之间有3个最特殊的场域，这3个地方不是让你去旅游的，是专门给你那个倒霉的灵魂洗澡用的。这3个地方去对了，那是真的能救命，真的能翻身。这可不是我随口胡诌的，这是有1000多年历史验证的真理。今天我就要跟你们讲一个发生在大唐年间的真实故事。故事的主角后来成了一代高僧，叫慧远禅师。但在他成佛做主之前，那日子过得比你们在座的任何一位都要惨1万倍。他从一个衔着金汤匙出生的富家少爷，一夜之间家破人亡，变成流放千里的阶下囚，那种绝望，那种恨要把天都烧个窟窿。但是正是因为他去了这3个地方，不仅命保住了，最后还成就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。你们想不想知道让他起死回生的这3个地方到底在哪里？他到底悟到了什么惊天的秘密？来，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300多年前的长安城。各位，我们要讲的这个慧远，在故事的一开始，那简直就是你们现在说的富家子弟。哪怕我要给你们看八字，这孩子的八字拿出来，大概率也是那种食神生财，应寿护身的上好格局。他出生在哪里？大唐盛世的长安城，家里是做丝绸生意的，那是真正的豪门大户。他父亲也是个大善人，平时修桥补路，施粥济贫，一样没落下。慧远自己呢，19岁饱读诗书，一表人才，正准备考取功名，光耀门楣。如果不出意外，他这辈子就是顺风顺水，娶个漂亮媳妇，当个清官，最后儿孙满堂。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我们学易经的人都知道，否极泰来虽然是好词，但它的反面太极否来却是最要命的。就在他人生最得意最灿烂的时候，一场弥天大祸就像那个晴天霹雳一样，毫无预兆地砸下来了。这年长安城来了个新的节度使，这个人满脸横肉，眼神不正，一看就是个贪得无厌的酷吏。他看上了慧远家几代人积攒下来的万贯家财。坏人要害你，还需要理由吗？这个节度使勾结当地的恶霸，直接给慧远的父亲扣了个通敌卖国的大帽子，一夜之间查封家产，全家下狱。你们试想一下那个画面，昨天你还在书房里喝着龙井茶，读着圣贤书，今天就被带着枷锁关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慧远只有19岁啊，他发了疯一样在外面跑关系，变卖了所有人藏起来的首饰，去求那些平日里跟他父亲称兄道弟的叔叔伯伯。结果呢，世态炎凉啊，以前那些巴结他们家的人，现在一个个躲得比鬼还快，甚至还有人为了讨好那个节度使，反过来踩上一脚。3个月后，噩耗传来，他那个一辈子行善积德的父亲死在了狱中。官方给的说法是畏罪自尽，但慧远心里清楚，父亲是被活活折磨死的。紧接着判决下来了，家产充公，慧远流放岭南，终身不得回京。各位，这一刻慧远的心彻底死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团火，
一团要把他自己烧成灰烬的恨火。在被押送去岭南的路上，慧远就像一具行尸走肉。他那时候还不懂佛法，不懂因果，他脑子里只有无穷无尽的为什么。他在心里呐喊：老天爷，你瞎了眼吗？我父亲做了一辈子好事，为什么不得好死？那个狗官坏事做绝，为什么还能升官发财？这世上还有公道吗？这世上还有天理吗？注意听，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。从中医的角度看，怒伤肝，忧伤肺，思伤脾。慧远这一路上，那是极度的愤怒，加上极度的悲伤，他的肝气郁结到了极点，肝木克土，脾胃功能瞬间瘫痪，再加上由于父亲冤死，他悲伤过度，肺气也虚了。一个人如果内里的气血乱成了一锅粥，外面的邪气就容易入侵。那时候的岭南是什么地方？那是蛮荒之地啊，湿气重，脏气多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，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。慧远这就是典型的内虚外感，他心中的那股怨气就像毒药一样腐蚀着他的五脏六腑。走了还不到1个月，他终于撑不住了，高烧不退，上吐下泻，整个人瘦得像把干柴，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押送他的那2个差役本来就嫌他是个累赘，看他病成这样，眼看是活不成了。这2个人一合计，心想反正流放犯死在路上的多了去了，带个死人走多晦气。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，他们把慧远像丢垃圾一样扔在了一棵大树底下，留了2个发霉的馒头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此时此刻的慧远躺在泥水里，浑身滚烫，意识模糊，雨水打到他脸上，分不清是雨还是泪，他心里最后的一丝光亮也熄灭了。他想，死就死吧，死了也好，死了就能去见爹了，就不用在这个肮脏的人世间受罪了。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长安少年，此刻就像一只濒死的野狗，绝望地等待着黑白无常的勾魂索。但是各位，命运这个编剧最喜欢在绝处逢生。就在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，在这个生与死的边界线上，他并没有等到鬼差，反而等到了一样东西。是什么？是一阵钟声。那声音穿透了雨幕，穿透了他混沌的大脑，直击他的灵魂深处。各位，故事讲到这里，那个痛苦的慧远就循着那一阵钟声，手脚并用的在泥地里爬。天蒙蒙亮的时候，他终于爬到了那座寺庙门口。这座庙叫归元寺，这名字起得好。归元就是回到本源，把你身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世俗习气、贪嗔痴慢疑统统洗掉，让你看看自己最初是个什么样子。但这庙破得很，墙皮都脱落了，瓦片也缺了一角，根本不是那种香火鼎盛的大庙。慧远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推开门，看见院子里有一棵老的皮都裂开的菩提树，树下坐着个老和尚。这老和尚胡子全白了，眼皮耷拉着，像是睡着了。慧远爬进去，刚想张嘴喊救命，老和尚突然睁开眼。那是怎么样的一双眼睛啊？金光四射，就像 X 光一样，瞬间就把慧远从里到外扫了个透。老和尚开口第一句话，不是问你是谁，也不是问你哪儿不舒服，而是说了一句让慧远摸不着头脑的话：施主，你心里的那个结比你身上的病要重10000倍啊！慧远一听，眼泪哗的就下来了。他心想，这世上终于有人懂我了。于是他像倒豆子一样，把自家的冤屈、父亲的惨死、那个贪官的恶毒，一边哭一边嚎，全部说了出来。他说完之后，以为老和尚会安慰他，会跟他一起骂那个贪官。结果呢，老和尚冷冷地看着他，反问了一句：讲完了？慧远愣住了。老和尚站起来，指着大殿里那尊斑驳的观音像，厉声说道：讲完了，就进去跪着。每天卯时，也就是早上5点到7点，跪够300个头。一边跪，一边想你自己这辈子做过的错事，想不出来就不准起来。各位，你们要是慧远，你们气不气？慧远当时就炸了，他梗着脖子喊：大师，我是受害者我父亲是被冤枉的，我什么都没做错，错的是那个狗官，你要我忏悔，老天爷才应该向我忏悔。老和尚笑了，那笑容里透着一股看透事情的悲悯。他说了一段非常有水平的话，这段话你们都要拿笔记本记下来。孩子，你看到的因果只是这一段，你只看到下游的水浑了，
却不知道是因为上游昨天下了大雨，你觉得自己这辈子无辜。那你上辈子呢？你觉得自己现在受苦是冤枉，那你以前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那是谁给你的福报？因地不争，果遭迂曲。老和尚指着他的胸口，你现在的怨气就是最大的毒，这个毒不排出去，我给你吃人参鹿茸，你也活不过3天。去跪，把这股毒气给我跪出来。慧远没办法，为了活命，只能硬着头皮去跪。这里我要跟各位讲讲磕头的医学原理。你使我从中医的角度告诉你们，为什么拜佛能消业。你以为佛菩萨稀罕你那2个响头吗？不是的，磕头其实是一个类似瑜伽的导引术。当你双手合十，你的心肺经脉就通了。当你弯腰趴下去，你的脊椎也就是督脉被拉开了。当你额头触地，你的肾水就能往上走，心火就能往下降。这在中医里叫水火既济，叫心肾相交。慧远每天早上卯时，那是大肠经当令的时候，也是天地阳气生发的时候，在那里五体投地。一开始他是带着怨气跪的，每磕一个头，心里就骂一句那个贪官，膝盖磨破了，血渗出来，粘在裤子上，腰像断了一样疼。但是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跪到第10天的时候，他骂不动了，身体极度的疲惫，反而让他的脑子空前地清醒。在那个安静的只能听到自己呼吸声的大殿里，老和尚的话开始在他脑子里回响，想你自己做过的错事。他开始反思，我真的完美无缺吗？记忆的大门一旦打开，很多被他忽略的画面就浮现出来了。他想起来小时候家里穷亲戚来借米，他嫌人家脏，偷偷翻白眼。他想起来当少爷的时候，对家里的丫鬟仆人呼来喝去，从没把他们当人看。他想起来父亲教训他要惜福，他心里却在想，反正家里有钱，浪费一点怎么了？哎呀，这就是觉知啊！以前他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无辜的一朵白莲花，现在一看，原来自己那颗心里也长满了傲慢、冷漠、自私的杂草。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他趴在那个蒲团上，第一次发自内心的流下了眼泪。这一次不是委屈的泪，是羞愧的泪。他哭着说，我错了，原来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现在受的这些苦，也许真的是我有罪。就在这一念之间，奇迹发生了。中医讲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通。当他心里那个最大的怨气疙瘩散开的时候，他感觉胸口那种压得透不过气的感觉突然消失，一股暖流从他的尾椎骨直冲头顶。那天早上跪完，他走出大殿，发现天格外蓝，空气格外甜，他那病怏怏的身体竟然觉得饿了，想吃饭了。老和尚站在树下看着他，微微一笑，第一关过了，看来你身体里的毒排得差不多了。这就是第一个道场，也就是寺庙，它的核心功能不是求保佑，而是照镜子。它强迫你停下来，扒开你的皮，让你看看自己骨子里到底藏了多少污垢。只有看见了污垢，你才能把它洗掉，这就叫忏悔。但是慧远啊，你也别高兴得太早，身体的毒排了，心里的根还没拔干净。老和尚走过来，递给他一个干粮袋，指着后山那片云雾缭绕的深山老林说，这里你不能待了，去那里，去那个连鬼都没有的地方，那是你的第2道关口。去那里干什么？慧远问。老和尚眯着眼，高深莫测地说，去学一样东西，怎么把自己扔掉。各位，慧远背着个破行囊，按照老和尚的指点，一头扎进了茫茫的云台山。这第2个道场，也就是深山，它跟寺庙完全是2个概念。在寺庙里虽然清苦，但至少还有人烟，有师兄弟，有晨钟暮鼓提醒你该干嘛。到了这深山老林里，嘿，那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这老和尚为什么要这么折磨他？我告诉你们，这叫闭关治神。中医讲心藏神，慧远虽然身体的毒排了一些，但他那个神还是散的，还是乱的。他脑子里那个妄念的录音机，一天24小时都在播放，我好惨啊，我好恨啊，我不甘心啊。这个录音机不关掉，他的病根就永远断不了。而关掉这个录音机最好的办法，就是极致的孤独。刚进山的头几天，慧远还觉得挺新鲜，采采野果，喝喝泉水，觉得这叫隐士风流。可是过了1个礼拜，问题来了，
这种安静不是一种享受，而是一种恐怖。没有人跟你说话，没有市井的喧嚣，你只能听到风吹树叶的声音，野兽嚎叫的声音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你自己心跳的声音和你脑子里那些压都压不住的念头，那些他以为已经忏悔掉的委屈，像疯狂反扑的敌人一样变本加厉地杀回来了。晚上躺在那个冰冷的石洞里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。那个害死我爹的节度使现在肯定在喝花酒，我当年要是再聪明一点，是不是就能救下全家？我这辈子是不是就只能在这个山洞里当个野人呢？这些念头像毒蛇一样钻他的心，他痛苦地在地上打滚，对着空山大吼大叫，吼得嗓子都哑了，也没人理他。这就是戒断反应，就像那个抽鸦片的人刚断毒一样，他的灵魂在这一刻正在经历最剧烈的挣扎。这种日子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直到有一天傍晚，慧远实在是被折磨得精疲力尽了，他像个废人一样瘫坐在悬崖边的一块大石头上，两眼发直。这时候夕阳西下，金光洒在悬崖边的一棵老松树上，慧远盯着那棵树，看着看着，突然像是被雷劈中了一样，整个人定住了。这是一棵什么样的树呢？它长在石缝里，一半的身子已经被雷劈焦了，黑乎乎的，枯死了，但是另一半身子却依然苍翠挺拔，针叶在风中沙沙作响，生机勃勃。慧远就这么盯着它看了一整夜，他发现风来了，这树就摇一摇，雨来了，他就受着。那一半死掉的枝干，他没有哭喊说，哎呀，我好惨，我为什么死了一半？那一半活着的枝叶也没有炫耀说，你看我多牛，我还活着。他就那样存在着，不悲不喜不迎不惧。那一刻，慧远突然悟到了老和尚让他来山里的真正用意。各位，什么叫放下？现在市面上的心灵鸡汤都教你们，哎呀，你要放下，你要看开，全是废话。你手里抓着一块烧红的炭火，我叫你放下，你还需要我教你姿势吗？你烫到了，自然就扔掉了。慧远之所以放不下，是因为他一直觉得那些恨，那些过去是实实在在的，他死死抓住不放，以为抓住了就能改变什么。但看看这棵树，枯荣并存，这就是天道。过去发生的事情就像那半截枯死的树干，它已经死了，你再怎么恨它也活不过来。而当下的生命就像那半截绿叶，你再怎么不管它，它也要生长。易经里有个卦叫山地剥，剥极必复。当慧远在这个山洞里，把他身上最后一点作为富家少爷的骄傲剥离掉，把他对公平的执念剥离掉，把他对未来的恐惧剥离掉，剥到最后剩下的是什么？剩下的就是一个赤裸裸的生命和这天地万物融为一体。那一瞬间，他脑子里的那个录音机突然断电了，世界安静了。他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土，对着那棵老松树深深鞠了一躬。他不是原谅了仇人，他是放过了自己。那个曾经让他咬牙切齿的节度使，在他心里不再是一个必须要杀之而后快的恶魔，而只是因果链条上的一个可怜虫。那个曾经让他痛不欲生的冤案，不再是一个要把他压垮的大山，而只是他生命剧本里的一个章节。翻篇了，他在山里又住了2个月。这时候的他眼神变了，以前他的眼神里是火，是刀子，现在他的眼神像那山涧里的潭水一样，深不见底又清澈透亮。有一天清晨，他看着洞口的第一缕阳光，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，该走了。老和尚说过，当你自己知道该走的时候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他没有半点留恋，收拾好那点破烂行囊，走出了大山。这一出山不得了，虽然他还是那个流放犯的身份，虽然他口袋里还是身无分文，但是他的气场已经完全变了，一个真正的圣人即将诞生。但是光有忏悔和放下就够了吗？不够，这只能让你变成一个罗汉，变成一个独善其身的隐士。要想真正彻底的改写命运，把那个业力彻底转过来，他还必须去第3个地方。这个地方不在天边，就在眼前，而且是老和尚根本没告诉过他的地方。各位，慧远下山了，此时的他衣服还是那身破衣服，鞋子都磨穿了底，但他走起路来那叫一个虎虎生风。经过在山里的调养，他的气色好转了，
眼神也定住了。但他心里还是有个疑问，老和尚说的第3个地方到底在哪？难道是另一个更灵的庙，还是一座更高的山？不用找，老天爷马上就把考题送到了他面前。刚走到山脚下一个小镇，他就听到路边有哭声，走近一看，是个衣衫褴褛的老太太，坐在药铺门口抹眼泪。一打听，原来老太太的儿子得了重病，急需一味药救命，但这药铺老板是个认钱不认人的主，药费要3两银子，老太太砸锅卖铁也凑不够，只能在这哭。慧远摸了摸自己的口袋，比脸还干净。他在山里当了几个月野人，哪里来的钱？以前要是遇到这种情况，作为富家少爷的他，随手掏张银票就解决了。但现在他就是想帮，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就在他发愁的时候，前面突然闹哄哄的，原来是一个过路的丝绸商队，马车轮子陷进了一个巨大的泥坑里，那几匹马怎么拉都拉不动，周围的伙计推得脸红脖子粗，纹丝不动。那领头的商人急得直跳脚，因为天快黑了，这地方常有强盗出没。慧远一看，二话不说，卷起袖子就冲了上去。他在山里劈柴担水练出来的力气，这时候派上用场了。他喊着号子，用肩膀死死顶住车轮，把自己当成了一根杠杆。1、2，起！随着一声怒吼，那沉重的马车轰的一声被推出了泥坑。慧远累得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喘气，浑身全是泥浆。那个商人赶紧过来道谢，从怀里掏出一锭银子，足足有5两，递给慧远。壮士，多谢你仗义出手，这点钱拿去买酒喝。慧远看着那锭银子，要是以前他看都不看一眼，要是刚流放那会儿，他肯定赶紧揣怀里当盘缠。但此刻他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不是自己，而是那个还在哭的老太太。他把银子推了回去，指着药铺门口说，老板，这钱我不要，如果您真想谢我，就把这银子给那位大娘，她儿子等着钱救命。商人都愣住了，他走南闯北这么多年，见过贪财的，没见过这种傻子，自己穷得像乞丐，还在帮别人。商人深受感动，不仅给了老太太银子，还多给了慧远一些干粮和衣服。当老太太颤颤巍巍地给他磕头，那个商人紧紧握着他的手，说好人有好报的时候，轰隆一下，慧远的心里突然升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暖流。这股暖流比他在寺庙里磕头时的轻松要强烈100倍，比他在山里看松树时的平静要火热100倍。那是一种生命力的爆发。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，第3个道场不是庙，不是山，而是这里，是每一个你需要伸出援手的地方，是每一个你能利益他人的当下。这叫红尘炼心。老和尚没骗他，寺庙是帮你排毒，也就是忏悔；山林是帮你充电，也就是放下；而红尘是让你发光，也就是行善。如果不去行善，你充了那么多电干什么？就在山洞里当个死电池吗？只有当你把这股能量释放出去，利益众生的时候，你的生命闭环才算真正打通了。从那天起，慧远彻底变了。他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流放犯，他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服务者。他在岭南那个蛮荒之地，帮农夫插秧，帮渔民捕网，教穷人家的孩子识字，懂点医术，还帮人看病。谁家有难，他第一个到；谁家有喜，他跟着乐。慢慢的，当地的乡亲父老都忘了他是个罪犯，大家都尊称他为慧远先生，甚至连那个押送他的差役都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因为慧远还救过这差役的老母亲。各位，这就叫改命，你们听懂了吗？命不是老天爷定的，是你自己造出来的。以前慧远的磁场是怨，吸引来的就是倒霉事，现在他的磁场是善，是暖，吸引来的全是贵人。5年后，朝廷大赦天下，因为他在当地名声太好，官员特意上奏，不仅免了他的罪，还想举荐他做官。这时候的慧远已经30多岁了，面对朝廷的诏书，他笑了笑，婉拒了。他收拾好东西，回到了那座归元寺。那棵老菩提树还在，老和尚比以前更老了，但眼睛依然亮得吓人。慧远跪在老和尚面前，恭恭敬敬地磕了3个头。老和尚看着他，点了点头，说了一句：回来了，这回像个样子了，去把院子扫扫，准备接客。慧远问：接什么客？
老和尚说，接那些像当年的你一样满身业障、走投无路的苦命人。从此以后，慧远正式剃度出家。他不像别的和尚那样整天关在屋里念经，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带着弟子们去修路、去施药、去灾区救人。他在圆寂之前给弟子们留下了那句著名的遗言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核心：常去寺庙修忏悔，常入山林学放下，常行善事积福德，此三者缺一不可，来转命之枢机。各位同学，故事听完了，但我知道你们现在的脑子里肯定还在转悠，哎呀，尼斯，这故事感人是感人，但那是唐朝的事儿啊，那是和尚的事儿啊，我还要上班，还要还房贷，还要带孙子，我哪有时间去深山老林盯着松树看一晚上？问得好，如果你听完故事只觉得好听，那你就白来了，我从来不玩虚的。现在我们要把慧远禅师这套转运大法拆解成现代人生存指南，我要用中医和物理学的逻辑把这层窗户纸给你们捅破。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一个根本逻辑，佛经里有一句振聋发聩的话，叫因地不争，果遭迂曲。这句话是楞严经里的核心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如果你在播种，也就是因地的时候，那个种子是不纯的，是坏的，那么长出来的果实一定是歪七扭八的。很多人来找我看病，说尼斯，我天天吃素，天天锻炼，为什么还长肿瘤？我一摸脉，肝气郁结，心火旺盛。我问他，你吃素的时候在想什么？他说，我在想我那个不孝顺的儿子，我在想隔壁邻居占了我家便宜。你看，这就是因地不争。你嘴巴上是在吃素，做的是行善的表象，但你的心里在分泌毒素，那是贪嗔痴的内核。你一边踩刹车，也就是吃素，一边猛踩油门，也就是生气，这车能不坏吗？业力就是一种惯性，你遇事不顺，是因为你过去几十年养成了错误的思维惯性和情绪惯性，这股惯性力量极大。牛顿定律说了，物体在不受外力作用下会保持匀速直线运动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不给你的生命施加一个强有力的反向外力，你这辈子就会沿着倒霉的轨迹一直滑到坑里去。那这三个道场就是给你施加的反向外力。好了，知道了原理，我们来讲操作。我知道你们现在的困惑是什么？尼斯，我忙啊，我哪有时间去深山老林？各位，道场从来不在别处，就在你的心里，就在你的脚下。只要你懂了这套心法，哪里不是修行的宝地？听好了，这三个道场对应着中医里的泻、阳、补三套治疗方案，缺一不可。第一个道场，去寺庙建立灵魂的 CT 室。很多人去庙里，那是去干什么？那是去跟菩萨做生意的，提着一篮水果，点上3支高香，扑通一跪，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。菩萨保佑啊，让我儿子考上第1志愿，让我股票明天涨停，让我那个讨厌的同事赶紧调走。事成之后，我给您塑金身。胡说八道，简直是胡闹。佛菩萨缺你那点水果，缺你那点金粉，你满脑子的贪嗔痴，满肚子的功利心，这不叫拜佛，这叫在佛前造业。你把那一套行贿受贿的恶习带到清净之地，你的罪过比不拜还要大。真正的去寺庙该怎么操作？进山门之前，把你那个手机关机，不是静音，是关机。把你跟那个嘈杂、焦虑、充满是非的电子世界，把那根脐带给我剪断1小时。进大殿，别急着在那磕头如捣蒜，你先找个角落，哪怕是坐在台阶上，闭上眼。这时候你要做一个灵魂 CT， 像过电影一样，把你最近1周做的事、说过的话、起过的心念在脑子里过一遍。你要去扫描自己，我有哪句话说得太刻薄了，我有哪个念头太阴暗了，我有哪件事做得太自私了，扫描到了病毒，然后才是跪下去。这时候的跪不是求索取，而是求清洗。你心里要默念，菩萨，我看到了我的傲慢，看到了我的嫉妒，我承认我病了，我愿意改。各位，这在中医里叫引邪外出。只有当你承认自己病了，你心里的那个脓包才能挑破，药气才能进得去。如果你家附近没庙怎么办？哪怕是你家的书房，甚至是你独自一人的车里，或者是深夜的阳台，
只要能让你把心沉下来，诚实面对自己内心污垢的地方，那就是你的归元寺。第二个道场，亲近山林，进行生命格式化。为什么要逼着你们去山里，去水边？从中医的角度讲，现在的城市就是一个巨大的火炉，看看你们的生活，熬夜是耗阴，焦虑是起火，对着电脑手机那是光照，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那是心火。你们每个人现在摸摸自己的脉，大概率都是阴虚火旺，上实下虚。而山林、大地、江河那是阴，是厚德载物的土，是上善若水的水。人是天地之气生的，你离开了母体太久，能不枯萎吗？只有回到母亲怀抱里，用大自然的阴来滋润你枯竭的阴，才能降下你那虚旺的火。具体怎么做？一、接地气。如果条件允许，找块草地，把鞋脱了，让你的脚底板，也就是你的涌泉穴，直接接触大地，这就是物理学。现代人身上积累了太多的正电荷，那是导致炎症的根源。大地上全是负电荷，你一踩上去，正负中和，这就叫泻火。接着去听听鸟叫，听听风声，听听流水声。现代人为什么焦虑？因为你的大脑输入的信息太多，处理不过来，死机了。你去自然界就是为了清空那些信息，哪怕只有半小时，什么都别想，看着那棵树发呆。当你看着一片树叶掉下来的时候，你要学慧远，你要想，这片叶子掉了，树枯了吗？没枯，明年春天它还会长。自然界里只有春夏秋冬，没有好坏对错。既然树都不执着于叶子，那你心里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破事儿算什么？这就叫放下，这才是最高级的心理治疗。第三个道场，红尘炼心，这个最关键。前两个是治病，这一个是改命。很多人跟我哭穷，尼师，我没钱捐款，我连自己都养不活，我怎么行善？错，大错特错。谁告诉你行善就是掏钱？掏钱那是大老板的事，那是用钱买心安。我们普通人的行善，是在这红尘俗世里修出一颗利他的心。我给你们3个不花1分钱的转运秘方。一、口德是最好的风水。看到别人出丑，你不嘲笑，闭上那张损人的嘴，这就是善。听到流言蜚语，到你这就截止了，不传谣，这就是德。你嘴巴顺了，气场就顺了。二、言施是最贵的布施。你在外面受了气，那是你的业，但你推开家门之前，深呼吸，把你那张臭脸收起来，给你的老婆，给你的孩子一个笑脸。你知不知道，一个家庭里父亲或者母亲的一张如上考妣的脸，就是这个家最大的毒气源。给家人好脸色，就是在养家里的阳气。举手之劳是磁场的开关。电梯门快关了，你帮后面的人按下开门键。下雨天开车，路过水坑捡个树，别溅行人一身泥，这叫什么？这叫顺气。你让别人的气顺了，天地之气才会顺着你。金刚经里说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这也是物理学里的共振原理和量子纠缠。当你发出去的念头是善的，是暖的，你这个发射塔发出的频率就是高频的。根据同频共振定律，宇宙中所有美好的高频的人事物都会被你吸引过来。所以让我们把这3个道场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。去寺庙或独处，这是诊断。通过忏悔找到病根，把脓挤出来。去山林或自然，这是治疗。通过放下排出毒素，让系统重启。去行善或利他，这是进步。通过积福增强能量，让磁场升级。这3步缺一不可。只忏悔不放下，你会陷入自责的抑郁；只放下不行善，你会变成冷漠的利己主义者；只行善不忏悔，你会滋生出我这种大善人怎么还没发财的傲慢。这是一个精密的生命工程。慧远禅师用了1辈子走完这个闭环，从地狱回到了人间。现在的你只要听懂了这堂课，哪怕每天只做一点点，你的命运齿轮就已经开始反转了。各位，讲到这里还没有结束，因为最后这一段才是今天这副药里的药引子。总有人问我，尼斯啊，你讲的我都懂，但我家那个大门对着电线杆，是不是还是要挂个八卦镜挡一挡？
我家祖坟是不是还是要请你去看一看？各位，本末倒置啊！六祖坛经里说，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这个方寸就是你的心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是一个满心怨恨、尖酸刻薄的人，我就算把你家搬到皇宫里去住，那个皇宫对你来说也是个凶宅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每时每刻都在像个辐射源一样向外发射毒气，这毒气一出来，本来好的风水也被你污染了，本来好的贵人也被你吓跑了。反过来，像慧远禅师那样，哪怕是被流放到岭南那种瘴气弥漫的蛮荒之地，因为他心念一转，开始慈悲济世，那个破草棚子就变成了福地，那个流放地就变成了道场。所以以后不要再到处求神问卜了，你心存善念，你就自带光芒，走到哪里，哪里的风水就随你而转。你心存恶念，你就是个黑洞，走到哪里，哪里的好运都被你吸干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境随心转，这才是易经风水的最高境界。最后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也是今天故事里藏着的那个终极隐喻。如果你的人生现在就是一杯浑浊的泥水，你要怎么让它变清？你是拿根棍子在里面拼命搅动，试图把泥巴赶走吗？错，你越搅水越浑。这就像是你现在的焦虑、挣扎、抱怨，一点用没有，只会让你更惨。唯一的办法是静置和注入清水。静置就是我教你们的，去寺庙忏悔，去山林放下，让泥沙自然沉淀。注入清水就是我教你们的，去行善，去布施，让干净的水源源不断的进来。只要你坚持这么做，那杯浑水迟早会变成一杯清澈甘甜的好水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。我想邀请你们做一个特别的动作，这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你自己。请你在下方的评论区用力的留下这4个字：夜宵福至。这不仅仅是4个字，这是一张向宇宙下的订单。当你在打出这4个字的时候，你的心念是定的，你的愿力是发的。我们这里成千上万的朋友一起发这4个字，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共振磁场，这股正向的能量会加持在每一个留言的人身上。相信我，只要你心诚，业力终将消散，福报必将如期而至。愿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像慧远禅师一样，走出阴霾，迎来属于你们的光明。我们下期见。